睡前聽完一本書，今天我們讀野生姑娘的爆笑職場歷險。這是一本披着搞笑爽文外衣的諷刺喜劇小說。故事的女主人公蘇菲，人稱野生姑娘，是一個不受社會規訓的女孩，目光中總是流露出一種清澈的愚蠢。她還有許多稀奇古怪的綽號，比如精神內耗絕緣體、職場外卷俠、地表最強反 PUA 戰士。顧名思義，似乎當代青年遭受的所有職場內卷、情感內耗都與她無關。蘇菲大學畢業後進的第一家公司，就是卷得昏天黑地的大廠。她偏偏又遇上了號稱職場周扒皮的領導，內容不經理。舊社會的周扒皮只是半夜雞叫，而當代的職場周扒皮可好，只要熱點來了，他就7×24小時不分場合的亂叫。周扒皮對下屬的要求是，要把追熱點當成一生的事業，創意碾壓杜蕾斯，速度比肩博爾特。周扒皮最擅長的就是忽悠下屬加班，還把無償加班說成是享受。面對這種奇葩要求，蘇菲沒有逆來順受，反問他：您看我像貪圖享受的人嗎？周扒皮還經常忽悠員工說，等你們老了會感謝我的鞭策。每當這時，蘇菲就天真地望着他回答，這個加班法，您確定我們都能活到老年嗎？當周扒皮鼓吹某某能成為亞洲首富，就是因為他讓員工996的時候，蘇菲機智地反對說，福特能成為世界首富，就是因為他讓員工每天只工作8小時啊。蘇菲的妙語連珠並沒有減少周扒皮的盤剝，真正轉折點來自一場風波。隔壁部門的產品經理因過度刁難 UI 設計，被對方持刀砍傷，消息傳到內容運營部，周扒皮嚇破了膽。剛巧蘇菲要切西瓜，舉着一把明晃晃的刀向辦公室走來，周扒皮以為蘇菲要向他尋仇，嚇得魂不附體，躲到其他員工身後說，有話好好說，別衝動，把蘇菲聽得一頭霧水。周扒皮可憐巴巴地求饒說，我以前批評你都是為了工作，不摻雜私人恩怨，您大人有大量，饒我一命吧。為了躲開這場無妄之災，他申請休年假，臨走前還對員工感慨，我要感謝各位的不殺之恩啊。這場鬧劇之後，周扒皮對下屬的態度明顯軟化，再也不敢讓蘇菲他們無償加班了。蘇菲在職場不內卷的同時，在情場也從不內耗。用她的話說，她每次都能把暗戀搞成明戀。當別的女生還在幻想霸道總裁愛上我的時候，她直接把霸道總裁給壁咚了。離開大廠之後，蘇菲進了一家初創企業，老闆是個和她年紀相仿、沒什麼戀愛經驗的理工男，工作中日久生情，讓蘇菲動了心。可是蘇菲覺得這份工作不適合自己，又討厭辦公室戀情，便遞交了辭職信，還把這位清純的霸總約出來，周末在公司樓下的咖啡廳見面。見面時，蘇菲單刀直入地告訴霸總，我喜歡你，把霸總嚇得滿臉通紅，語無倫次。他自嘲說自己長得不帥，個子不高，又沒什麼錢。蘇菲沒心沒肺地回答，長得不帥可以整容，個子不高可以穿高跟鞋，沒錢的話就更不要緊了，大不了我養你啊。霸總被蘇菲噎得說不出話，只能笨拙地說，蘇菲對他的感情可能只是友誼。蘇菲又開始瞎說大實話，說自己喜歡他，就像妖精喜歡唐僧一樣，把霸總嚇得汗流浹背。名場面來了，蘇菲回想起小說《戰爭與和平》中女主人公娜塔莎親吻表哥鮑里斯的情節，她靈機一動，把霸總帶到一個角落，直接壁咚了他。沒想到意外奪走了霸總的初吻。蘇菲意識到自己做的有點過火了，怕霸總留下心理陰影，便刪掉了彼此的聯繫方式，與他約定相忘於江湖。這場出人意料的職場浪漫曲就這麼告一段落。然而這並不是他們最後一次會面。幾年之後，兩人的地位迎來了神奇反轉。霸道總裁創業失敗，
破產的他為了養活妻子女兒，瞞着他們開網約車，而野生姑娘蘇菲卻通過自媒體成為大 V， 徹底告別了打工生涯。蘇菲剛好乘坐霸總的車，卻因為戴着口罩沒被他認出來。他聽說霸總為了給員工發工資，變賣房產，自己住去燕郊，也沒欠員工一分錢時，深受感動。他問霸總有什麼願望，霸總苦笑着說，他還哪有什麼願望，也就是希望拉到個活回燕郊。蘇菲滿足了他這個小小的願望，在下車後又下了一單。當霸總蓦然想起來他是誰的時候，蘇菲的背影已消失在茫茫暮色中。如果說蘇菲在職場是外卷俠，在情場是精神內耗絕緣體外，蘇菲還敢於挑戰資本，戲耍權貴。那些附庸風雅的暴發戶，崇洋媚外的所謂專家，都被他捉弄得灰頭土臉，出盡了洋相。講完了職場和情場的趣味故事，咱們再深挖一下這本書的內核。它可不只是單純的搞笑段子合集，書中還狠狠諷刺了一眾崇洋媚外的專家，脫離現實的學者，笑點之下全是犀利吐槽。蘇菲曾在一家知識付費公司就職，而他參與的項目貴族培訓班簡直是大型翻車現場。李醫學大師李老師沒什麼真才實學，只會賣弄一些歐洲上流社會的繁文縟節，對外國產品進行惡俗的吹捧。而他的學員土肥圓是個靠新聞敲詐起家的暴發戶，他來貴族培訓班之前剛上過一個高端養生班，被一個所謂的大師忽悠去辟谷，餓了個半死，看到食物就兩眼冒綠光。在課上，李老師聲稱論精緻，沒有國家能比得上日本，還鼓吹北海道海膽是頂級，他們的食品安全走在世界前列。土肥圓聽完一口把海膽吞了下去。蘇菲看不慣李老師的崇洋媚外，弱弱地問，日本不是向海裡排放廢水了嗎？海膽不是來自核排放地區吧？把土肥圓嚇得直用手指摳喉嚨。李老師見狀不妙，只得承認海膽來自青島，我國已經培育出口感不輸北海道的海膽。接着李老師又吹捧俄羅斯魚子醬是世界頂級，把土肥圓饞得狠狠幹掉4大勺。李老師吹噓說這份魚子醬一勺值25萬。蘇菲逗土肥圓說，魚子醬不包括在學費裡，把他嚇得口吐白沫抽搐起來。直到李老師承認這不是產自俄羅斯，而是幾百塊的千島湖平替，土肥圓才緩了過來。這位暴發戶全程滿腦子只想吃飽飯，把貴族禮儀拋到了九霄雲外。最搞笑的是兩人的絕妙反差，土肥圓只想着省錢和填飽肚子，每道菜都先追問是不是國產，而李老師滿腦子都是裝高貴，一個拼命想擠入上流社會卻弄巧成拙，一個裝腔作勢崇洋媚外卻被一次次拆了台。除了李老師外，還有一位頂着管理學大師名頭的偽專家，一位是號稱經濟學教授的空談學者，兩人把嫌貧愛富演繹得淋漓盡致。課堂上，有個製造業老闆請教專家，企業人力成本居高不下，該如何破解？這位專家張口就來，壓低普通百姓的薪資，靠廉價勞動力降成本。話音剛落，蘇菲立刻接話，巧了，我們主辦方正愁講課費用太高，既然您主動提議降薪，那我們可就順水推舟啦。一句話直接把這位專家氣得臉色鐵青。緊接着，有互聯網大佬吐槽現在年輕人不願吃苦，流行躺平，專家又出馊主意，提議徵收失業稅，逼着失業人群不敢擺爛。蘇菲順勢接梗，提議增設空談專家稅，專門約束這些滿嘴跑火車的人，既能管住歪言論，還能充實國庫，說得對方無言以對。面對當下大學生就業難的現狀，這位專家更是語出驚人，提出讓畢業生付費上班的荒唐想法。蘇菲當即追問，那您剛畢業的兒子要不要率先做個表率，自掏腰包去上班呢？連環追問之下，專家徹底啞口無言，灰溜溜退場。管理學專家下台後，經濟學教授登場，
有學員詢問低收入群體該如何度過難關，這位教授輕描淡寫的建議，把閒置房子租出去，有空就開私家車接單補貼家用。再說了，誰家手裡還沒個50萬現金呢？這番脫離現實的話，聽得現場工作人員哭笑不得，紛紛拿出紙巾擦眼淚，調侃自己拖了後腿，反倒把台上的教授弄得十分尷尬。之後一位房產大亨請教成功之道，教授洋洋得意地分享秘訣，再窮也要混在富人圈子裡，遠離普通人，還揚言窮人會吸走富人的運勢。他還大肆炫耀自己在一線城市核心地段有大平層，手裡存款更是高達1000萬。本以為能收穫追捧，沒想到台下一眾學員對視一眼，紛紛起身離場，還當場把這位教授拉黑。蘇菲笑着點破真相，在座的學員個個身家不菲，您這點資產在他們眼裡只能算一貧如洗。按照您的理論，大家自然要遠離您這位會吸運勢的普通人。看着空蕩蕩的座位，教授站在原地呆立許久，場面格外滑稽。整场培訓下來，蘇菲靠着機智的反駁，幽默的調侃，把兩位沽名釣譽的專家對得節節敗退。這些不食人間煙火，只會紙上談兵的所謂學者，最終落得狼狽收場的下場。這就是野生姑娘蘇菲的故事。她沒有驚人的美貌，沒有絕世的才華，更沒有白馬王子霸道總裁的拯救，但無論在什麼行業，在什麼樣的人群中，她都是清醒而明媚的存在。在職場不內卷，在情場不內耗，在經濟下行的寒冬中，她永遠熱氣騰騰地活着。